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苏晴雨嫌我和宇轩穷酸，投入富二代林志豪怀抱。他不知道，林志豪只是我手下一枚棋子。当他洋洋得意炫耀新男友时，我正在设计一个让他万劫不复的死局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何宇轩，表面上是个普通的大三学生，实际上是华夏集团的太子爷。今天我要被绿了，宇轩，我们分手吧。苏晴雨坐在学校咖啡厅里，手里攥着新买的香奈儿包包，眼神躲闪着，不敢看我。我继续啃着手里5块钱的肉夹馍，装作很震惊的样子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说好毕业后就结婚的吗？苏晴雨终于抬起头，眼中满是嫌弃。宇轩，你醒醒吧，你看看你自己，穿的是什么，住的是什么，你拿什么给我未来？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地摊货 T 恤，确实挺寒酸的。为了体验普通人生活，我已经装了3年穷学生，连苏晴雨都被我骗过了。我可以努力赚钱。我故意露出祈求的表情。够了！苏晴雨猛地拍桌子，引来周围同学的注意。何宇轩，我已经受够了。你知道昨天我同学聚会有多丢人吗？别人都是名牌包包、豪车接送，我呢，坐公交车，背个几10块的帆布包。他越说越激动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我还年轻，我还漂亮，我为什么要跟你受穷？我继续演戏。晴雨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。别说了，苏晴雨打断我，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，拍在桌上。看看这是谁？照片上是一个穿着阿玛尼西装的年轻男子，正是我手下的林志豪。这小子长得确实不错。我当初选他当棋子也是看中了这张脸。他叫林志豪，开玛莎拉蒂，住别墅。他说他喜欢我。苏晴雨的眼中冒着星星。昨天他已经向我表白了，我答应了。我故意握紧拳头，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。苏晴雨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对你？苏晴雨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何宇轩，你配吗？你一个月生活费1000块，我的一瓶化妆水都比你贵。醒醒吧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说完，他拿起包包就要走，我连忙起身追上去。晴雨，求你别走，我真的很爱你。苏晴雨回头冷笑。爱能当饭吃吗？能买房买车吗？何宇轩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咖啡厅里的同学们都在看好戏，有人窃窃私语，有人拿手机录像。我听到有人说，这女的太现实了，也有人说，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，没钱什么都不是。我装作彻底崩溃的样子，蹲在地上抱着头。苏晴雨看了我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忍，但很快就被决绝取代。何宇轩，你好自为之吧，忘了我，去找个门当户对的女孩。她的高跟鞋声渐行渐远，我缓缓抬起头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游戏开始了，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林志豪，事情进展得怎么样？少爷，一切按您的计划进行。苏晴雨已经彻底上钩了，她现在正在向闺蜜炫耀呢。林志豪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。很好，继续按计划行事，记住，要让他彻底爱上这种奢华的生活，爱得越深，最后摔得越疼。明白，少爷。挂断电话，我重新坐回座位，继续啃着肉夹馍。旁边桌的几个女生在小声议论，这个何宇轩好可怜啊，被女朋友这样羞辱。可怜什么？现在这个社会就是看钱的，没钱还想泡漂亮女朋友。
话是这么说，但苏晴雨也太过分了吧？我听着这些议论，心中毫无波澜。3年来，我见识了太多人性的丑恶，苏晴雨只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罢了。这时，张小雅端着咖啡走了过来，她是我的室友，也是少数几个对我真心好的人。雨轩，你没事吧？张小雅坐在我对面，关切地看着我。我抬起头，露出苦涩的笑容。小雅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？胡说！张小雅气愤地说，苏晴雨那种女人配不上你，她只看得到钱，看不到你的好。我故意叹了口气。可是小雅，她说的也没错，我确实很穷，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。那又怎样？张小雅认真地说，真正爱一个人，怎么会嫌弃他穷？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出息的。看着张小雅真诚的眼神，我心中涌起一丝暖意，至少还有人相信我。谢谢你，小雅。我真诚地说。别客气，我们是朋友吗？张小雅笑了笑。对了，今晚有时间吗？我请你吃饭，当作安慰你。我正要答应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何宇轩同学吗？我是华夏集团的人事部经理，有个工作机会想和您谈谈。我故意提高音量，让张小雅也能听到。华夏集团，那个全国排名前10的大企业。是的，我们看中了您的简历，希望您能来我们公司实习。张小雅瞪大了眼睛，满脸惊喜。我装作激动的样子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我什么时候能去面试？明天下午2点，我们在华夏大厦等您。挂断电话，张小雅兴奋地说，宇轩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华夏集团可是顶级企业，能进去实习，以后前途无量。我装作不敢置信的样子。我也没想到，可能是我的简历写得比较好吧，这是老天爷看不过去，要为你出头了。张小雅握着我的手，等你在华夏集团站稳脚跟，看苏晴雨还敢不敢瞧不起你。我点点头，心中冷笑，苏晴雨啊苏晴雨，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。第2天下午，我换上了一套还算体面的西装，前往华夏大厦。这是我3年来第一次踏进自家公司。门口的保安看到我，立刻恭敬地鞠躬。少爷好。我摆摆手，示意他们装作不认识我。乘坐电梯到达28楼人事部，我按照约定找到了李经理。何同学，您来了。李经理热情地迎接我。请坐，请坐。我故意有些拘谨。李经理，真的很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。别客气，像您这样优秀的学生，我们公司求之不得。李经理递给我一份合同，这是实习合同，月薪8000，包吃包住，您看怎么样？我装作惊喜的样子。8000，这么多？在普通大学生眼里，8000的实习工资确实很高了。当然，我们华夏集团从不亏待人才。李经理笑着说。对了，您什么时候能入职？随时都可以。我立刻回答。那太好了，明天您就可以来上班了。李经理站起身，我带您参观一下公司。在李经理的带领下，我参观了整个28楼。路过的员工都好奇地看着我这个新人，有几个认识我的员工露出了诧异的表情，但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图，配合着装作不认识。参观结束后，我离开了华夏大厦。刚走出大门，就接到了张小雅的电话。宇轩，怎么样？面试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我故意压抑着兴奋。月薪8000，明天就能上班。天啊，8000！张小雅在电话里尖叫。宇轩，你发达了。这下苏晴雨要后悔死了。正说着，
我看到不远处苏晴雨正挽着林志豪的胳膊从商场里走出来，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。小雅，我先挂了，待会儿聊。我挂断电话，快步走了过去。晴雨，我装作偶遇的样子。苏晴雨看到我，脸色有些不自然。雨轩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面试完，想买身像样的衣服。我看向他身边的林志豪，这位是？林志豪主动伸出手。你好，我是林志豪。我握了握他的手，故意露出羡慕的表情。你好，我是何雨轩，晴雨的。我停顿了一下，前男友。场面一时有些尴尬。苏晴雨连忙说：志豪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林志豪拦住他，看着我，兄弟，既然是晴雨的朋友，不如一起吃个饭。我心中暗笑，这小子演技还不错，这不太好吧？我装作犹豫，有什么不好的？都是朋友。林志豪大度地说，正好我新买了辆车，一起去试试。说着，他掏出钥匙按了一下，不远处传来车灯闪烁的声音。我看过去，是一辆红色的玛莎拉蒂。哇，好漂亮的车！我装作惊叹，这得多少钱啊？不贵，200多万而已。林志豪云淡风轻地说。苏晴雨挽着林志豪的胳膊，脸上满是骄傲。他看向我，眼中闪过一丝优越感。雨轩，你也会有这一天的。我故意露出自卑的表情。我这辈子恐怕都买不起这么贵的车。别这么说。林志豪拍拍我的肩膀，人各有志嘛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生意的。这话听起来是安慰，实际上是在贬低我。我们坐上玛莎拉蒂，前往市中心最高档的旋转餐厅。在车上，苏晴雨兴奋地说：志豪，你真的太棒了，这车开起来好稳，喜欢的话，以后每天接送你上学。林志豪温柔地说。苏晴雨感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志豪，我真的好幸福。我坐在后座，默默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心中毫无波澜。到了餐厅，林志豪点了最贵的套餐，一顿饭下来要5000多，这么贵，不太好吧？我故意说，没关系，这点钱对我来说算什么？林志豪大手一挥，服务员，把你们这里最好的酒拿来。苏晴雨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怜悯。雨轩，你以后要是有钱了，也可以这样大方。我苦笑着点点头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看了一眼，是华夏集团董事长的专属号码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我走到一边，故意压低声音：喂，李经理。什么？华夏集团的董事长要见我？明天？好的，我一定准时到。挂断电话，我故意露出激动的表情，回到座位。怎么了？苏晴雨好奇地问。华夏集团的董事长要见我。我装作不敢置信。听说他从来不见实习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见我。林志豪的脸色微变，苏晴雨也愣住了。华夏集团的董事长？苏晴雨震惊地说，那可是全国富豪榜前10的大人物啊，可能是我的简历比较特别吧。我谦虚地说，说不定只是随便见见。林志豪勉强笑了笑，恭喜你，兄弟，不过别抱太大希望，大人物的想法我们小人物猜不透。我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但我注意到苏晴雨看我的眼神已经有了变化。晚饭结束后，林志豪开车送我回学校。在车上，苏晴雨一直心不在焉，时不时偷瞄我。雨轩，华夏集团的董事长真的要见你？他终于忍不住问。应该是真的，人事部经理亲自打电话的。我装作紧张，我现在还有点懵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可得好好表现。苏晴雨说，
要是能得到董事长的赏识，你就……他说到一半，突然停了，似乎意识到什么。林志豪通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：“兄弟，你有什么特长吗？能让董事长注意到你？”我装作想了想，也没什么特长，就是学习成绩还可以，在学校参加过一些社团活动。那确实挺奇怪的。林志豪若有所思。华夏集团的和董事长可是出了名的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连我爸都很难见到他一面。苏晴雨突然问：“你爸是做什么的？”“房地产，小打小闹。”林志豪谦虚地说，“跟华夏集团比起来算不了什么。”我心中冷笑，林志豪的父亲林建国确实是搞房地产的，但他的公司早就被我收购了。现在林志豪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给的。到了学校门口，我下了车。宇轩，加油！苏晴雨给我打气，说不定这就是你人生的转折点。我点点头，谢谢你，晴雨。看着玛莎拉蒂远去，我掏出手机拨通了林志豪的私人号码。少爷，刚才的戏演得怎么样？林志豪问。不错。苏晴雨已经开始动摇了。我冷笑，明天你的任务是什么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我会想办法让他知道华夏集团的实力，然后故意透露一些关于董事长的消息。很好，记住，要让他觉得如果我能攀上华夏集团，前途会比跟着你更好。明白，少爷。挂断电话，我回到宿舍。室友们都还没睡，看到我回来，立刻围了过来。宇轩，听小雅说你被华夏集团录取了。室友老王问。是啊，运气好，我淡淡的说。卧槽，华夏集团啊！另一个室友老刘激动地说，那可是全国顶级企业，你这是要发达的节奏啊！别瞎说，我就是个实习生。我摆摆手，实习生怎么了？华夏集团的实习生都比别的公司正式员工强。老王羡慕地说。宇轩，你可得罩着兄弟们啊！我笑了笑，大家都是兄弟，有机会肯定互相照顾。这时张小雅推门进来，手里拎着夜宵。宇轩，我给你买了庆祝夜宵。她兴奋地说，明天就要上班了，今晚好好休息。看着张小雅关切的眼神，我心中一暖，这个女孩是真的为我好。谢谢小雅，我真诚地说。吃夜宵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苏晴雨发来的微信。宇轩，明天见董事长的时候好好表现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嘴角勾起冷笑，开始关心我了。可惜太晚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穿上最好的西装，前往华夏大厦。这次我直接坐电梯到了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。推开门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我的父亲何建华。爸，我走过去。何建华抬起头，严肃地看着我。小轩，玩得差不多了，该回来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坐在他对面。我要让某些人付出代价。何建华叹了口气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一个女人而已，值得你花这么多心思？不是为了她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认真地说，这3年来，我见识了太多人性的丑恶。我要让那些看不起穷人的人知道，什么叫做天道好轮回。何建华沉默了一会儿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会让苏晴雨体验一下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。我冷笑，至于具体怎么做，你就不用管了。那林志豪那小子，他表现得不错，事成之后给他一笔钱，让他出国留学吧。何建华点点头，好，我支持你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事情结束后，你必须回来接手公司。华夏集团需要继承人。我想了想，点头答应。好，
就在这时，秘书敲门进来：“何董，楼下有记者想要采访您。”推掉。何建华摆摆手：“等等。”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：“爸，让他们上来吧。”何建华疑惑地看着我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神秘地笑了笑：“给某人一个惊喜。”10分钟后，3名记者带着摄像设备进入了董事长办公室。何董事长，很荣幸能采访您。主持人是一个年轻的女记者，听说您很少接受媒体采访。何建华坐在办公桌后，气势威严：“确实，但今天有特殊情况。”“哦，是什么特殊情况呢？”女记者好奇地问。何建华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对镜头说：“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人。”说着，他示意我站到镜头前。“这位是我的儿子何宇轩。”何建华正式的介绍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他将回到华夏集团工作，未来将接手整个集团。”女记者瞪大了眼睛：“何董的儿子？我们从来不知道你有儿子。他之前在国外求学，现在学成归来了。”何建华编了个理由。我对着镜头微笑：“大家好，我是何宇轩，很高兴能回到华夏集团，为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。何公子，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吗？”女记者问。“在国外这些年，我主要学习企业管理和金融投资。”我流利地回答。华夏集团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我父亲的辛勤努力。我希望能够继承他的事业，让华夏集团走向更高的辉煌。女记者又问了几个问题，我都应答如流。采访结束后，女记者激动地说：“这绝对是今年最大的新闻！华夏集团神秘继承人现身。”看着记者们离去，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这个采访什么时候播出？今晚的财经新闻，全市都能看到。”何建华说：“你确定要这样做？”“确定。”我点点头。是时候收网了。下午，我回到学校，继续装作普通学生的样子。晚上7点，我和室友们一起在宿舍看电视。快看，财经新闻开始了。老王指着电视说。电视里，主持人正在播报：今天下午，华夏集团董事长何建华首次公开介绍了自己的儿子。接着，我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，宿舍里瞬间安静了。老王揉了揉眼睛：“这是宇轩吗？”老刘也傻眼了：“卧槽，宇轩，你是华夏集团的太子爷！”我装作震惊的样子：“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在电视上？你看清楚，那就是你！”张小雅激动地说：“宇轩，你不会真的是华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吧？”我故意摇头：“不可能，我就是个普通学生。”这时，我的手机疯狂地响了起来。第一个电话是苏晴雨打的：“宇轩，电视上那个人是你吗？”苏晴雨的声音颤抖着。我故作镇定：“什么电视？我在宿舍呢。财经新闻，华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那个人就是你。”苏晴雨几乎在尖叫：“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是董事长的儿子？”我继续装糊涂：“你快看电视！”我故意停顿了一会儿，然后惊叫：“这怎么会是我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电话那边，苏晴雨哭了出来：“宇轩，你真的是华夏集团的太子爷？那你为什么要装穷？”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故意慌乱：“我得给家里打电话问清楚。”挂断苏晴雨的电话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，我接了无数个电话，同学、老师，甚至一些不认识的人都打来电话求证。我一律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说要回家问清楚情况。当晚，我收拾行李离开了宿舍。宇轩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永远是朋友。
张小雅眼含热泪地说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小雅，你是真心对我好的人，我不会忘记的。离开学校后，我直接回到了华夏集团为我准备的别墅。这是一栋价值5000万的豪宅，位于市中心的富人区。3年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，我感慨万千。刚洗完澡，门铃就响了。我通过监控看到，站在门外的竟然是苏晴雨。她哭得梨花带雨，手里还拎着一袋东西。我按下对讲机：你来干什么？雨轩，求你开门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苏晴雨哭着说。我冷笑一声，按下了开门键。苏晴雨冲进客厅，看到奢华的装修愣住了。水晶吊灯，意大利真皮沙发，价值100万的古董花瓶。这里的随便一样东西都比他见过的所有奢侈品更贵。雨轩，他怯生生地开口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冷漠地看着他，说吧，什么事？苏晴雨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雨轩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他哭得撕心裂肺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。原谅你什么？我淡淡地问。我不该嫌你穷，不该跟你分手，不该跟林志豪在一起。苏晴雨拼命磕头。雨轩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为你真的很穷，我不知道你是华夏集团的太子爷。我嗤笑一声。所以呢？现在知道我有钱了，就想回头了？不是的。苏晴雨急忙摇头。我是真的爱你。这些天我一直在想，我发现离开你后，我什么都不是。雨轩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爱我？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苏晴雨，你确定你爱的是我，而不是华夏集团太子爷这个身份？苏晴雨哽咽着说，我爱的就是你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我都爱你，是吗？我冷笑。那前几天你为什么说我配不上你？为什么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？苏晴雨无言以对，只能继续哭着磕头。我走到酒柜前，给自己倒了杯红酒。知道这瓶酒多少钱吗？苏晴雨摇摇头。8万。我轻轻摇晃着酒杯，我随便喝一口，就是你1个月的生活费。苏晴雨的脸更白了。还有这套西装，意大利定制，12万。这双鞋，法国手工，5万。我慢慢踱步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雨轩，苏晴雨颤声道。但是有一点你说错了。我停在他面前，不是我配不上你，是你配不上我。这句话如同一把刀子，狠狠刺在苏晴雨心上。她痛哭失声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但是雨轩，我真的改了，我再也不会嫌弃任何人穷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机会？我坐回沙发。苏晴雨，你知道这3年来我为什么要装穷吗？苏晴雨摇头。因为我想看看那些说爱我的人，到底爱的是我这个人，还是我的钱。我冷冷地说。现在我看到了，你爱的只是钱。苏晴雨想要反驳，但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。你知道林志豪是什么人吗？我突然问。苏晴雨愣了愣。他不是富二代吗？我哈哈大笑。富二代？苏晴雨，你被骗得好惨，什么意思？苏晴雨不解。林志豪是我的手下。我残酷地说出真相。他的玛莎拉蒂是我买的，他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给的，连他追你都是我的安排。苏晴雨如遭雷击，整个人瘫在地上。不可能。他喃喃自语。你以为那些巧合的相遇是意外？你以为他会无缘无故看上你？我继续道。苏晴雨，从头到尾你都是一个笑话。苏晴雨彻底崩溃了。他趴在地上痛哭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因为我想让你知道，
什么叫做自食恶果？我站起身，你可以走了。雨轩，苏晴雨突然扑过来，抱住我的腿，求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低头看着他，眼中满是厌恶。做什么都可以。苏晴雨连忙点头，对，什么都可以。那好，我冷笑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去华夏集团做清洁工，月薪3000，每天工作12小时，你愿意吗？苏晴雨愣住了，从华夏集团太子爷的女朋友到清洁工，这落差比从天堂到地狱还大。他犹豫了，看来你还是放不下你的面子和虚荣心。我推开他，既然如此，就别再来找我了。不，我愿意。苏晴雨急忙说，我愿意做清洁工，只要你能原谅我。我看着他，没有一丝感动，只有无尽的厌恶。这就是爱情，这就是他口中的真爱，不过是看到更大的利益罢了。明天早上7点到华夏集团人事部报道。我冷冷地说，记住，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的关系，在公司里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。苏晴雨如获大赦，连忙点头，好的，我一定好好工作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掏出手机拨通了林志豪的电话。少爷，苏晴雨去找您了。已经处理好了。我说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明天就可以去办出国手续了。谢谢少爷。林志豪感激地说。不过苏晴雨真的很可怜。可怜？我冷笑。林志豪，记住一句话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他今天的下场都是他自己选择的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来到华夏集团。作为董事长的儿子，我理所当然的有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总裁办公室。刚坐下没多久，秘书小李敲门进来，何总，人事部送来了新员工资料。我接过文件，翻到苏晴雨的资料，照片上的她穿着朴素的工作服，神情憔悴，哪里还有之前的光鲜亮丽。让人事部经理过来一趟。我吩咐道。很快，李经理匆匆赶来。何总，您找我，这个新来的清洁工，你亲自安排一下工作。我把苏晴雨的资料递给他，让他负责总裁办公室这一层的清洁。李经理看了看资料，点头道，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记住，要严格要求，不能有任何特殊照顾。我强调道。明白。李经理刚走，我的私人电话响了，是张小雅打来的。雨轩，你还好吗？张小雅关切地问。我很好，小雅，我温和地说，谢谢你的关心。网上现在到处都是关于你的新闻，很多人都在猜测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，可能是想体验不同的生活吧。我说，小雅，你会因为我的身份改变对我的看法吗？当然不会。张小雅坚定地说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那个善良的何宇轩，不管你是富二代还是穷学生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谢谢你，小雅。有时间的话，我想请你吃饭。好啊，我一直想尝尝有钱人都吃什么呢。张小雅开玩笑道。挂断电话，我继续处理公司事务。中午时分，我故意走出办公室，想看看苏晴雨的情况。在走廊尽头，我看到了她。苏晴雨穿着灰色的清洁工制服，正在认真地拖地。她的头发用头绳随意扎着，脸上没有任何化妆，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。看到我出现，苏晴雨眼中闪过惊喜，但很快就低下了头，继续干活。工作怎么样？我走过去问。很好，苏晴雨小声回答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记住你现在的身份。我冷淡地说，在公司里，我是总裁，你是清洁工。
仅此而已。苏晴雨点点头，眼中含着泪水。这时，几个员工经过，窃窃私语：“看，那个新来的清洁工，长得还挺漂亮的。漂亮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来扫地的。听说他以前是大学生，现在沦落到这步田地，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”苏晴雨听到这些议论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但他咬着牙没有反驳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中毫无波澜。下午2点，我接到父亲的电话：“小轩，今晚有个商务宴会，你陪我去一趟。”“什么宴会？”“市政府举办的招商引资宴会，很多企业家都会参加。”何建华说：“是时候让你正式在商界露面了。”晚上7点，我和父亲来到市里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。宴会厅里聚集了全市最有权势的人物，市长、各大企业的老板、银行行长等等。“建华，这就是你的儿子？”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，正是市长陈康。“是的，小轩，叫陈叔叔。”何建华介绍道。“陈叔叔好。”我礼貌地打招呼。陈康上下打量着我：“年轻有为啊，听说你刚从国外回来？”“是的，学了些企业管理知识。”我谦虚地回答。“好，年轻人就应该多学习。”陈康拍拍我的肩膀：“以后华夏集团交给你，我们就放心了。”在宴会上，我被各种企业家围着，他们都想结识华夏集团的继承人。正应付着这些人，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林建国，林志豪的父亲，他正在角落里神情焦虑地打着电话。我走过去，隐约听到他在说：“求求你们再宽限几天，我一定会还钱的。”看到我走近，林建国慌忙挂断电话。“何公子。”他强颜欢笑，“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，林叔叔。”我淡淡的点头。“身体还好吗？”“好，很好。”林建国擦了擦额头的汗。“对了，志豪前2天跟我提起你，说你们是朋友，算是吧。”我看着他，“听说您最近生意不太好做。”林建国脸色一变：“没有的事，生意很好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有拆穿他。实际上，林建国的公司早就资金链断裂了，他现在维持表面的风光，完全是在强撑。“林叔叔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可以跟我说。”我故意示好，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。林建国眼中闪过希望。“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”“当然。”我拍拍他的肩膀，“改天详细聊聊。”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苏晴雨发来的微信：“雨轩，我今天第1天上班，很累但很充实，谢谢你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”我看了一眼，删除了这条消息。游戏还没结束，现在的苦头只是开胃菜而已。1个星期后，我决定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计划。“小李，让人事部经理上来。”我按下内线电话，很快，李经理又来到我的办公室。“何总，您找我？”“那个新来的清洁工苏晴雨，工作表现怎么样？”我问。李经理翻了翻记录，表现还不错，很认真负责，没有迟到早退的记录。不过什么？有员工反映，他经常在工作时间偷偷哭泣，影响了办公环境。李经理说：“您看是不是要找他谈谈？”“不用。”我摆摆手，给他加点工作量，让他忙起来就没时间哭了。“好的。”李经理走后，我又拨通了一个电话。“王教授，是我，何宇轩，小宇轩，你这段时间怎么样？”王教授是我大学的导师，也是少数几个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。“挺好的，有件事想请您帮忙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我想在学校设立一个奖学金，专门奖励品学兼优但家庭困难的学生。”我说：“
就叫宇轩奖学金吧，这是好事啊。需要多少资金？先拿出1000万吧。我淡淡的说。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。1000万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王教授激动地说。小宇轩，你这是在做善事啊，那就麻烦您安排一下，下周举行捐赠仪式。我说，记得通知媒体。挂断电话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这个奖学金的设立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慷慨和善良，到时候苏晴雨会怎么想呢？下午，我故意又经过苏晴雨工作的区域，她正在清理垃圾桶，动作很娴熟，显然已经适应了这份工作。看到我，她连忙站起身，怯生生地叫了一声：“何总。”我点点头。工作还习惯吗？习惯了，谢谢何总关心。苏晴雨低着头说。那就好。我停顿了一下。对了，我准备在学校设立奖学金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苏晴雨抬起头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您真的很善良，只是想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我意味深长地说，不像某些人有了好的条件就忘恩负义。苏晴雨脸色苍白，他知道我在说他。何总说得对，他声音颤抖地说，继续工作吧。我转身离开，走了几步，我又回头。对了，下周5的捐赠仪式，你可以去现场看看，当然是以清洁工的身份。苏晴雨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第二天，张小雅约我吃饭，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高档餐厅见面。哇，这里好豪华啊！张小雅看着餐厅的装修，一顿饭要多少钱？不贵，几千块而已。我随意地说。张小雅瞪大眼睛，几千块还不贵？我一个月生活费才1500。我笑了笑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请你吃大餐。其实我觉得路边摊也挺好的。张小雅认真地说，关键是和谁吃，不是吃什么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又是一暖。张小雅和苏晴雨的差别，就像天空和地面一样遥远。小雅，有件事想告诉你。我说，我准备在学校设立奖学金。真的吗？张小雅兴奋地说，这对那些困难学生来说太有意义了，希望能帮到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我说，对了，捐赠仪式那天你能来吗？当然，我一定到场支持你。吃饭的过程中，张小雅一直在夸我善良有爱心，说我是她见过最好的人。看着她真诚的眼神，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。小雅，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？我问。还没想好，可能找个工作先干着吧。张小雅说，我专业一般，应该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，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来华夏集团工作。我说，我给你安排个合适的职位。张小雅连忙摆手，不行不行，我怎么能走后门呢？这不是走后门，是因为我相信你的人品。我认真地说，华夏集团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品德优秀的员工。张小雅想了想，那我可以先实习试试吗？如果能力不够，你可别为了照顾我而勉强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送张小雅回学校的路上，我收到了苏晴雨的微信。雨轩，我看到新闻了，你要设立奖学金，你真的变了好多，变得更善良，更优秀了。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配不上你，但我真的很想回到你身边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直接删除，然后把它拉黑了。有些话说一遍就够了。周5的捐赠仪式如期举行，整个学校的礼堂座无虚席，校长、教授、学生代表，还有各大媒体的记者都来了。我穿着一身定制西装，站在台上发表讲话。教育是立国之本，
知识能够改变命运。我对着台下说，我设立这个奖学金，希望能帮助那些品学兼优但家庭困难的同学完成学业，将来为社会贡献力量。台下掌声雷动。我继续说，1000万只是开始，如果这个项目运行良好，我会继续追加投入，希望所有受助学生都能珍惜这个机会，用知识武装自己，用品德塑造人格。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在台下的人群中，我看到了苏晴雨，她穿着清洁工的制服，站在最后面，眼中满含泪水。旁边的同学都不认识她，没人知道她就是那个曾经嫌贫爱富的苏晴雨。我们的目光短暂相遇，她的眼中满是痛苦和后悔。仪式结束后，媒体纷纷采访我，何公子，是什么原因让您想到设立这个奖学金？一个记者问。我在大学期间见过太多因为家庭困难而辍学的优秀学生，我回答，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。据了解，您之前一直隐瞒身份在学校读书，是为了体验生活吗？可以这么说。我点点头。这3年来，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，也认识了很多真心朋友。能分享一下这些经历吗？我看了一眼远处的苏晴雨，然后说，最大的感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非常珍贵。有些人看到你有钱就想接近你，有些人不管你穷富都对你真诚。这种差别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体会。那您现在还会继续伪装身份吗？不会了，我笑了笑，该回归现实了。采访结束后，我和父亲一起离开学校。在车上，何建华问我，你的报复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该收尾了。我说，苏晴雨已经尝到了足够的苦头，那接下来呢？给他最后一击，然后彻底结束这一切。回到公司，我叫来了李经理。苏晴雨的表现怎么样？我问。很好，非常认真负责。李经理说，不过何总，有件事我觉得应该跟您汇报。什么事？今天下午，苏晴雨找到我，主动申请辞职。我愣了一下。辞职？他说什么理由？他说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，想去别的地方发展。李经理说。我问他是不是工作强度太大，他说不是，就是想换个环境。我沉思了一会儿，他人呢？还在楼下打扫，说要把今天的工作做完再走。你去告诉他，辞职申请我不批准。我冷冷地说，既然来了，就要好好干下去。李经理有些为难。何总，强留一个想走的员工，就这么办？我不容置疑地说。李经理走后，我来到窗边，看着楼下的花园，苏晴雨正在那里清理落叶，动作缓慢而疲惫。他想逃，没那么容易。游戏还没结束。晚上，我收到了苏晴雨的短信，是用另一个手机号发的。雨轩，我知道你拉黑了我，但我还是想说几句话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也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，我活该，我不怪你，但是我真的承受不住了，每天看着你，却不能说话，不能表达我的后悔，这比死还难受。我想离开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保证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看完这条短信，我冷笑了一声，现在知道痛苦了。当初伤害我的时候，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没有回复，直接删除了短信。第二天，苏晴雨没有来上班，李经理匆匆跑来汇报，何总，苏晴雨旷工了，派人去找他。我冷淡地说，旷工1天扣3天工资。是。下午，人事部的人找到了苏晴雨，
他正在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这个城市。苏小姐，公司规定辞职需要提前1个月申请，您现在不能走。人事专员说：“我可以不要工资。”苏晴雨哭着说：“求你们让我走吧，这是公司制度，不是钱的问题。”人事专员严肃地说：“如果您执意要走，公司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。”最终，苏晴雨被请回了公司。他站在我的办公室里，眼中满是绝望。何总，求你放过我吧。他声音嘶哑地说：“我真的承受不住了。”我头也不抬地处理着文件。苏晴雨，你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，就要有职业精神。华夏集团不养闲人，更不允许员工随意违约。我可以赔偿违约金。苏晴雨急切地说：“你拿什么赔？”我抬起头，冷冷地看着他：“3000块的月薪，你攒多久能赔得起？”苏晴雨瘫坐在椅子上，彻底绝望了。何宇轩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他哭着问。你要我死吗？我要你明白一个道理。我放下笔，认真地看着他。当初你嫌我穷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当你投入别人怀抱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尊严？苏晴雨哽咽着说：“我知道我错了，错了。”我冷笑：“苏晴雨，你最大的错误不是嫌贫爱富，而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。你爱的永远只是钱，永远只是你自己的虚荣心。不是的，我真的爱过你。”苏晴雨哭着反驳：“爱我？”我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：“那告诉我，你爱我什么？爱我的善良，爱我的才华，还是爱我现在的财富？”苏晴雨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看，你连自己都骗不了。我转身回到座位，继续工作吧，这是你唯一的选择。苏晴雨擦干眼泪，站起身准备离开。等等，我叫住他，从明天开始，你调到地下停车场工作，那里的环境比较适合你。苏晴雨的脸更白了，但她只能点头答应。1个月后，我觉得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这天下午，我让秘书通知苏晴雨来办公室。她推门进来的时候，我差点认不出她了。1个月的地下停车场清洁工作，让她彻底变了个人。皮肤黝黑粗糙，手上满是老茧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眼神也失去了光彩。何总，您找我？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。坐吧。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苏晴雨小心翼翼地坐下，双手不安地搓着工作服。工作还习惯吗？我问。习惯了。他低声回答。很好。我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。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苏晴雨疑惑地抬起头。华夏集团决定在西部地区投资建设一个新的工业园区，需要派遣一批员工过去。我说，你的名字在派遣名单上。去西部？苏晴雨愣住了。是的，那里条件比较艰苦，但是工资会有所提高。我淡淡地说，月薪5000，合同期3年。苏晴雨沉默了很久，然后问，我可以拒绝吗？当然可以。我笑了笑。不过拒绝的话，就只能继续在停车场工作了。或者，我停顿了一下，或者什么？或者我可以给你另一个选择。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支票，100万，拿着这钱离开这个城市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苏晴雨看着那张支票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这是施舍吗？他苦笑着问。不是施舍，是交易。我冷漠地说，用这100万买断我们之间的所有关系，从此以后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苏晴雨盯着支票看了很久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何宇轩，你真的这么恨我吗？他声音颤抖地问。恨。我摇摇头，我已经不恨你了。
我只是觉得累了，不想再看到你。苏晴雨缓缓伸出手，拿起了那张支票。我拿了这钱，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吗？永远见不到。我肯定地说。苏晴雨握着支票的手在颤抖。那如果我不要这钱呢？那你就去西部，或者继续在停车场工作。我说，选择权在你。苏晴雨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眼中已经没有了眼泪，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。何宇轩，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。他看着我，在你心里，我们之间真的一点美好的回忆都没有了吗？我想起了刚认识他时的美好时光，想起了他曾经的笑容，想起了我们一起走过的校园小径，但这些回忆早就被他的背叛和嫌弃撕得粉碎。没有，我冷漠地回答。苏晴雨点了点头，站起身来。我明白了。他把支票放在桌上。何宇轩，这钱我不要，我会去西部工作。我有些意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证明给你看，我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只要钱的女人。苏晴雨擦干眼泪。3年后，我会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，到时候就算我们再见面，我也能堂堂正正地站在你面前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中涌起一丝复杂的情绪。这个结果是我没有预料到的。3天后，苏晴雨离开了这个城市，前往西部工作。临走前，他给我发了最后一条短信：宇轩，谢谢你让我认清了自己，我会在西部好好生活。3年后，我会成为一个配得上你的人。如果那时候你还是单身，我会再次向你表白。如果你已经有了心爱的人，我会默默祝福你们。再见。看完这条短信，我沉默了很久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吧。半年后，华夏集团的业绩达到了历史新高，我也正式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总裁的职务，成为华夏集团真正的掌舵人。这天，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张小雅敲门进来。经过这几个月的培训，她已经成为了我的助理，工作能力很强，深得公司上下的认可。宇轩，下午的董事会议准备好了。他把文件放在我桌上。还有，西部工业园区发来了月度报告。我翻开报告，在员工名单上看到了苏晴雨的名字。根据报告显示，他的工作表现优异，已经从普通清洁工升职为工程部助理。他过得还好。我喃喃自语。你说什么？张小雅好奇地问。没什么。我合上报告。小雅，你觉得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吗？张小雅想了想。当然应该啊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，这样才能成长。那如果有人真心悔改，应该给他们第2次机会吗？这要看情况。张小雅认真地说。如果真的改过自新了，我觉得可以原谅。但如果只是因为利益才假装悔改，那就不值得原谅了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再说话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是何总吗？我是西部工业园区的陈经理。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陈经理，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园区有个员工出了点意外。我心中一紧。什么意外？苏晴雨，就是从总部派来的那个员工，他为了救一个掉进河里的孩子，自己也掉进水里了。什么？我猛地站起身。他怎么样了？已经送到医院了。但是陈经理的声音有些沉重。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。我握着手机的手在颤抖。哪家医院？西部市第一人民医院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刻对张小雅说，帮我安排最快的航班去西部市。出什么事了？张小雅关切地问。
有员工出事了，我必须过去看看。2个小时后，我坐上了前往西部的飞机。在飞机上，我的心情异常复杂。我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忘记了苏晴雨，以为自己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感情。但听到他出事的消息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心还在为他紧张。到了医院，我找到了陈经理。何总，您来了。陈经理连忙迎上来。苏晴雨现在怎么样？我急切地问。还在抢救室。陈经理说，医生说他在水里待的时间太长，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下午的时候，苏晴雨下班经过河边，看到一个小孩掉进水里。陈经理解释道，他没有犹豫就跳下去救人，孩子就上来了，但他自己被水冲走了。等我们找到他时，他已经昏迷了。听到这里，我心中涌起一阵酸楚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苏晴雨吗？那个为了钱可以背叛感情的女人，竟然会为了救一个陌生的孩子而不顾自己的生命。就在这时，抢救室的门开了，医生走了出来。医生，病人怎么样？我连忙上前询问。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。医生摘下口罩，但是由于缺氧时间过长，可能会有后遗症，具体情况要等他醒来才能确定。听到这话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什么时候能醒？最快也要明天。医生说，你们是他的家属吗？我和陈经理对视一眼，我点头道，我是他的朋友。那好，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及时通知你们的。苏晴雨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，透过玻璃窗，我看到他静静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如纸。何总，您先回酒店休息吧。陈经理说，我在这里守着就行。不用，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。陈经理走后，我独自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看着监护室里的苏晴雨。这半年来，我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放下了过去，以为自己不会再为他的事情动心。但现在我才明白，有些情感一旦产生，就很难真正消除。不管他曾经伤害过我多深，看到他躺在病床上，我还是忍不住担心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念旧情吧。第二天上午，苏晴雨醒了。当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时，明显愣住了。雨轩，他声音虚弱地叫了一声。我是在做梦吗？不是梦。我走到床边，感觉怎么样？苏晴雨想要坐起来，但身体太虚弱了，躺着别动。我连忙按住他。医生说你需要好好休息。苏晴雨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他问。听说你出事了，过来看看。我淡淡的说，谢谢你。苏晴雨的眼中盈满了泪水。我没想到你还愿意来看我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听说你为了救人才出的事。苏晴雨点点头，是一个7、8岁的小男孩，他妈妈当时哭得撕心裂肺。我想起了我小时候，如果我掉进水里，我妈妈也会那样绝望吧？值得吗？我问。为了一个陌生人拼命？苏晴雨看着我，认真地说，值得。这半年来，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以前的我太自私了，只想着自己要什么，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现在我明白，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，救别人其实就是在救自己的灵魂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震动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苏晴雨吗？雨轩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我也不奢求你的原谅。苏晴雨继续说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这半年的经历让我真正成长了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爱，什么叫做责任，什么叫做人性的善良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绝对不会做出那些伤害你的事情。
苏晴雨的眼泪流了下来。对不起，雨轩，对不起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躺在病床上的这个女人，真的不再是以前那个为了钱财可以背叛一切的苏晴雨了。她变了，彻底变了。但是，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修复。我们之间已经回不到从前了。好好养伤吧。我站起身，公司会承担你的所有医疗费用。雨轩，苏晴雨叫住我。我回头看他，能告诉我你现在过得好吗？他问。我想了想，点点头，很好，那就够了。苏晴雨露出了一个微笑，只要你过得好，我就满足了。走出医院，我仰头看着蔚蓝的天空，心情意外的平静。这场始于3年前的游戏终于真正结束了。苏晴雨得到了她应得的教训，也获得了成长的机会，而我也放下了心中的怨恨，重新开始了人生。照片上是一个穿着阿玛尼西装的年轻男子，正是我手下的林志豪。这小子长得确实不错，我当初选他当棋子也是看中了这张脸。这儿有些人注定要分开，但分开不代表仇恨。愿他在未来的路上都能坚持现在的善良，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路上找到真正的幸福。回到家乡的飞机上，我给张小雅发了一条消息：小雅，今晚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饭。很快，她回复道：当然有时间，你这次出差累坏了吧？我给你订个餐厅，好好庆祝一下。看着这条消息，我笑了，是时候开始新的人生了，而身边有一个真正懂我、爱我的人在等着，这就够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